昨天视频我们有说，比特币最新预测19万美金加征关税拖累比特币 Pump Fund 上线会改变市场格局吗？最终我们视频给到的答案是不会改变，比特币上涨的势头不会改变。那么果然，现在比特币又再次在10万8千美金获得反弹，再次测试10万8800美金。也正如我们所说，接下来1、2天是处于震荡，比特币即将反弹上行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今天的视频主题就是比特币冲高再起，回踩10万7800美金介入。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合一社区，现在是东八区时间7月9日，全球顶尖 KOL 观点及 VIP 行情走势分析，看合一社区频道就够了。我们继续2级行情走势分析，先来看宏观方面，尼森给我们带来的是今天有一个小幅回暖的核心原因是，川普再次执行 TACO 就是7月9日的关税大限可以延期到8月1日，这种临门一脚的反复，说明了要么还有1、2个关键贸易对象没谈妥，要么就是牵扯了美联储的协调问题。欧盟和美加墨基本都在预期之内，最不确定的反而是中国。中国既没有被纳入14国清单，也没有收到公开的关税信，很可能单独安排，节奏还在博弈。另外一方面呢，美联储的角色也不能忽视，关税叠加大漂亮法案就会加重通胀的预期，一旦同步落地，降息的难度就会骤增，市场风险偏好也会下降。也就是说，短期对于美股和比特币反倒不是好的方面，因为目前2个资产还是以风险资产居多，所以川普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来敲定下任的联储主席，同时制造内部的压力，拉高市场预期，以对关税的带来的影响的负面冲击来去做一个对冲。我们再来看柳玉东的看法是，连续6天没有跌破10万6800美金，只要不跌破10万6800美金，在7月25号之前也会止跌的话，那么红线的第3段就有潜力再冲高，启动时机就在最近，现在就是战役前到近末期，目标区域是11万1600美金到12万2000美金，大家拭目以待，做好车。微微这边认为，预计在10万9000到10万9300美金附近会遭到阻力，这一点完美的预言实现。那做多在哪里好呢？10万7700美金到10万8500美金，在伦敦时段，也就是东八区时间的下午时段开始去震荡做多。那么明天的最高点很有可能达到11万0888美金，也就超过了次高点。那么如果是达到这个区，接下来就会在11万8800美金之间说错是11万880美金到11.2万美金，也就是在前高点和次高点之间进行震荡。那大概就是周4到周5，可能周5会小跌一下，到了周末可以去平调在11万888美金平调多单。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价格拉升？他预计是有约开会，就是今天晚上。Julie 这边认为，这个比特币几个关键点，10万7100美金在这里也反复受到了一个支撑，再往下10万6200美金，那么上方的也就是现在在冲击的次高点11万800多美金，这点跟 VA 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期待冲击这一线的因为阻力位。而以太坊它现在已经入单了，因为以太坊最近好像比比特币表现得更加的强势，它的入场价在2616，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个价格还是蛮激进的，现在价格其实再入场比 Jony 的入场还要价格点位更加的好。瑞格这边认为，比特币这波走势是不错的，应该还会再回测10万8500美金，巩固一下就该起飞了。震荡指标也拉升了，这次看能不能冲一波，所以大家的看法都在回踩做多的一个节奏中。而跟比特币一样的是 Solana， 如果也是震荡的话，会先回踩到150.8美金，也就是枢轴点的位置，然后再继续向上冲。由于关键位置在200日均线的下方，所以预估价格可能先会触及150美金附近，然后再继续上涨。最乐观的情况是价格直接站在200日均线，就是150.8美金以上，不会再下跌而直接上行。加密朋克这边认为，比特币目前一样是在11万美元的大关之下收敛盘整，整体思路没有改变，只要维持站在通道上边缘的话，都有机会继续向上挑战新高，甚至更高。目前已经来到了收敛非常末端的地方，随时可能会出方向。而现今呢，这个 ETF 呢是为净流入，链上的大军都在买入，而以太坊处于收敛的末端，只要比特币能突破，以太坊一样就会向上挑战2720美金附近。好，再来看 T2 飞罗，那么他认为也即将到7月10号的一个满月的周期，非常有机会来去冲击次高点。军长这边认为13万美金的目标没有变，预计呢会涨到7月3号的小高点11万530美金，后续的 Y 浪下跌的会比较的浅，也就是在10万美金10万3000美金。那开单的建议就是在10万8000美金附近短多等待突破，突破之后大概在11万530美金到11万
$2000之间止盈，然后等外浪下跌之后再来布局中长线的多单。这一点看法跟我们看前面说的另外一个波浪理论的柳玉东有所不同。那以太坊他认为也是一样的，先会突破打高点2635，还有外浪的下跌，洗盘下预计下跌会到$2300，也是建议等外浪走完再布局中长线多单。大镖客这边在做空，是一个小的短空比特币，但是他认为现在做空并不是趋势扭转，只是小空看一下，如果一会儿15分钟短线周期无法跌破趋势线，浮亏一点就再做打算。而特朗普的关税新一轮的政策的公布也会非常影响行情。好，那么说完了主流的比特和以太，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山寨的看法。那目前能看到比特币的统治力指数在疲软，目前在7.3到6.9之间小范围做交易。从更大格局来看，其实目前的其他山寨币的统治力指数仍然处于下跌的趋势，只要趋势没有改变，山寨币的任何强势都是短暂的，而不是预示着山寨季的到来。当然，山寨币和比特币的日线的背离的情况依然存在，这里是一个看涨背离。在这种看涨背离的情况之下，目前 DB 认为，如果先触及下方的绿色区域，就比较低的个点位，大概在$2300亿，这是一个可以说比较好的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但是这种上涨并不会出现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那样子暴涨。那么主要这表明过去的3年山寨已经失去了对比特币的市场份额。最近也很多人都在说区块链已死除了比特币。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接下来是不是要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比特币上面。那么如果要进入山寨币，就是趁比特币要突破一个更高的高点才能够实现那么我们的山寨币收复这里的虚线位置大概是在$3000亿的一个标准。好，我们再来看这边又在讲 USDT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帮我们最近捕捉了几次市场的局部底部和顶部。那目前看来，我们现在已经第4次逼近这个对角线的趋势线，在这里的趋势线市场还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疲软的迹象的情况之下，那么现在没有出现任何级别的看跌背离，这表明USDT 的下跌就不会去持续的下跌，可能有一波反弹，反弹之后再去跌破这个下跌趋势线。这个讲法跟目前前几位K2分析师的看法有类似之处。我翻译一下 USDT 可能会止跌止跌，先在这里有一次回踩，这次回踩可能对应的就是比特币冲击次高点，然后止跌反弹，比特币下跌，下跌之后 USDT 跌到1的位置 USD 开始持续下跌，那么这个时候比特币迎来真正的出生了。好，这是以上所有博主的看法。我们再看大盘核心数据 ETFF 依旧是净流入的，那么以太坊呢，昨天流入的规模还蛮凶的，而同时在链上的所有鲸鱼呢，持币数量都是在持续的增加。好，以上就是所有行情分析内容，最后老板们4两拨千斤，牛市发大财。